物证报告出来了，现场的出租车挡杆不在档位上，我去看了现场被掩盖的轮胎痕迹，前轮的摩擦力明显比正常的要大，应该是凶手在杀完人之后再把车推到了湖中。喂，你快来！我现在就在这个水库边上。对，出事了，出事，人死了。对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驻队情况怎么样？没问题了。哎，柱子，哎，老万，上哪儿了？哦，没事，走吧。什么没事啊？来都来了，拍个 CT，顺便检查一下啊。我跟韩队把家都请了，走走走。我真没事儿，回局里。祝清月，华涛临牺牲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照顾好你。怎么现在我管不了你了是吗？能不提我哥吗？回头好好检查一下。老万，我看见离奇案的嫌疑人了。没休息。查到嫌疑人车牌号了 B53617，车牌号是假的，但昨天晚上交警追踪到他进入了枫林都城小区，并且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巧的是，小区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。那个人那天晚上就去找王晨。他们说吃了这个就有勇气跳了。主任，汪晨的血液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查出了麻醉剂的成分。哎，这是啥？啥呀？这么重呢？大仙儿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人！报警！报警！
林哥，老板说没有任何陌生人出现过。问问他们。好嘞。林哥，我这边也问了几户人家，目前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团队，这个尸体是那2名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。我刚才转了一转，这附近没有一个摄像头。怎么样？初步确认是一名年轻女性，除了脸部遭到毁坏以外，手上的指纹也被磨掉了。团队，你说合成最近怎么这么多凶杀案啊？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，晚上9点到11点。团队，怎么样？死者为女性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00斤左右。从死者的长骨末端骨骺线至耻骨联合面来推测，死者的年纪应该是在29岁至32岁之间，没有生育史，生前也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。我们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残渣，有牛肉、面包、西兰花，血液当中还有酒精的成分。根据尸体的几项数据以及胃内的食物残渣来推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的晚上9点到11点之间。死因是大出血，致命伤在颈动脉。这是什么凶器？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物。伤口在右侧，凶手是左撇子，很有可能。DNA 呢？失踪人口当中没有找到符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腰部那个纹身开始着手查。我想起来，我好像看过一个悬案，死者身上的伤口跟他的很像。14年前，李家镇发生过一起杀人案，死者是19岁的女大学生，凶手至今未能找到。当年的办案民警推断，凶器是一支钢笔。现场有找到凶器吗？没有。这个案子还有更多的资料没？更多的资料估计得回到案发地，找当年办案的刑警，了解基本情况。你觉得这2个案子有关联？从伤口上来看，确实很像，但如果要判断凶手的手法是否一致，还需要更多资料。行，那朱队，你跟进一下纹身的线索，我们去李家镇。韩队，哎，李所，齐主任是吧？你好。好，你们提的案子呀，资料都准备好了，进去谈吧。好，来，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提的这个案子呀，当年在我们镇上闹出的动静挺大的。跟我说说吧。这个死者呀叫樊绛雪。是个隔代教养，就是奶奶养大的。我们呢都是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从小啊就喜欢画画，经常到后山上去写生。出事那一天呀，镇子全乱了，县长啊也是手忙脚乱的。当年没抓到嫌疑人吗？我们这个小镇呀，没有发生过这么凶残的案子，再加上10几年前，侦破手段也不成熟，我还在想，这个案子是不是到我退休了，也破不了。哎，你们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伤口真的跟绛雪的一样？会不会，凶手是一个人啊？现在还不确定。这个人是，哦，这个丫头啊叫胡洁，和绛雪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绛雪家境不好，但是胡洁这孩子心地善良，不嫌弃她。2个人啊经常一起上山画画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这个胡洁在场吗？
那天他说他感冒了，他在家里，没一起去。哎呦，幸亏没有去，他要是去了，说不定也出事了。他还住镇上吗？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这个降雪的案子没有破，镇上啊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个胡杰啊，听说是让爸妈给安排出国留学了。朱队，我找了几家纹身店，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继续找。好。朱队，我找到了。我在网上的一个博主的视频里面找到了一个女孩有同样的刺青。对，就是这个纹身，跟无名尸体一模一样，连位置都一样。听说她10几岁就出国留学学艺术，最近刚回国。叫什么名字？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她的网名。尽快确认一下这个女孩的身份。是。原来在国外啊，难怪查不到。刑案小说啊。朋友出事当天他刚好不在，出完事之后他立刻出国，这个胡杰肯定有问题。从年纪上来看，和无名死者也很接近。喂，喂，韩队，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女孩，身上的纹身跟无名尸体是一样的，具体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。我把照片发给你，小苏，发给韩队。好。是胡杰。这个人是李家镇死者的朋友，他叫胡杰。我会把这胡杰资料传给你，你找他家属对比一下 DNA， 确认身份。好。来了啊！这小屋啊，早先是给附近护林员休息使用的，久了渐渐就没人了，所以啊，也就荒废了。进来看看。来，降雪、胡杰2个孩子啊，以前常常到这儿来玩，但是自从降雪出了事以后啊，这地方就更没人敢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当心点啊！没事。镇上啊，有些孩子把这说成是鬼屋，啊，来探险。偶尔啊，会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上来看一看。哎，注意脚下啊，这边。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啊，尸体就在那个位置。这里吧？对。当时法医鉴定是颈动脉被刺破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，凶器是一支钢笔，但在现场没有发现那支行凶的笔。怎么断定的是钢笔啊？伤口形状吻合，在伤口里发现了钢笔水。当时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画板，樊降雪身边有一支钢笔，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指纹，但没有血迹。另外啊，我们在现场发现有人明显打扫过，指纹、足印通通没有。最后找到了一根头发。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。
当时凶手的作案手法是怎么确定的？死者伤口的创面是在右侧颈部，从创口到用力分析，应该是正面斜刺入。但是，要是用右手的话，只有反手刺入。凶手的姿势啊，非常的别扭。但是如果用左手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，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那个头发的比对是什么结果啊？那根头发呀，是个断发，根本没有连接毛囊，所以不能用来确认身份，只是知道不是樊绛雪自己的。现场只有画架，却没有找到画。我们觉得也挺纳闷的，以为是被风吹走了什么的。最后，派人把这附近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找到画。凶手应该留下了证据，所以把它拿走。不知道。不对，我们联系上了胡杰的父母，他父母目前都在国外。他父母说胡杰已经回来几个月了，但是我们查了他的通话信息，因为他的手机号是澳洲的，所以目前没有有效的信息。这位是他家的保洁阿姨，她给我们开的门。不对，阿姨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咱坐下聊吧。哎，来，阿姨坐。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您上一次见到胡杰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来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您是几点钟来的？大概下午2点吧。那个时间胡杰在家吗？在家。我下午开始打扫卫生，差不多6点走的。胡小姐下午5点多出去的，好像约了其他人吃饭。他接了个电话，就匆匆出门了。那您知道他约的谁吃饭吗？只听见他在打电话，不知道是谁。好，谢谢你配合。小辉，你给阿姨做个笔录，然后送阿姨回家。好。之后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会再联系你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部队，你过来看一下。好像在林默这幅画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他的所有画上面都有 H 字母，应该是他的署名，唯独这幅上面没有。这幅画有可能不是他画的，把这些都带回去做下比对。好，去叫他们。高远，有什么发现？朱队，我们刚才发现了几枚指纹，这还有一根头发，这边回去检测一下，看是胡杰的还是其他人。好。高远，
你看，有血迹。朱队有发现，洗手间里也发现了大量擦拭过的血迹，这会不会就是胡杰遇害的第一现场？知道了。吴敏女尸确定是胡杰，案发现场就是她的家。当年案子的资料已经申请转到我们这边来调查了。根据小西找到的资料，胡杰现在就是一个专职的画家。我会请所长帮忙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樊降雪画过的画，拿回来做一下对比，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消失的那幅画。杀死李一奇的凶手找到了？我还在查呢。凶手一定和袁在有关。我们是警察，需要证据。樊降雪案当年发现的这根没有毛囊的头发叫做毛干，毛囊里有核 DNA， 但是毛干当中却没有，所以说这根头发对于我们破案的帮助并不大。当年樊降雪遇害之后，胡杰就离开了李家镇出国了。14年后，胡杰回国，没过几个月他就遇害了。凶手的作案手法跟当年樊降雪被害的手法一致。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呢？还有个关联性，就是这几幅画，这个是在胡杰家找到的，这个是在樊降雪的档案袋里找到的。他们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，10年前和10年后区别不大。这幅画虽然也是在胡杰家中留下的，但是却没有胡杰的落款，而且这一幅纸张明显发黄，应该是一张旧画。有没有可能这就是现场丢失那幅画？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才能知道。目前我们只知道，这幅画上除了樊降雪与胡杰的指纹之外，还有第3个人的指纹。小苏，找专业的鉴画师来鉴定一下，这幅画到底是胡杰画的，还是樊降雪，还是说有第3个人？也许解开这幅画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当年樊降雪被杀的真相。好，我待会儿去办。对了，高原，哎，胡杰家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吗？我们在指纹库里没有找到合适的匹配对象，我们现在还在查胡杰生前去赴约的人到底是谁。目前只能根据死者胃里的食物残渣是牛排之类的食物，判断可能去西餐厅就餐过。行，陆队，那你继续查胡杰，我们俩去查画这方面的线索。小西，继续查监控。好的。这3幅画是3个不同的人画的，这2幅也不是同一个人画的。因为这幅没落款的画，他用的钢笔笔尖是反斜体型，而樊降雪的这幅画用的是标准型。反斜体型笔尖一般呢是给左手写字的人用的，樊降雪的这幅画呢用的是右手画技。你是说，那幅没有落款的画，画的人善用左手？是的，没错。同时，樊降雪的画技比较稚嫩，和胡杰落款的这幅画比有很大的差距。没落款这幅有没有可能
也是胡杰画的？这个不太确定。但胡杰的画和这幅梅洛款的画都是用反斜体的笔尖画的，但在程度上两个人有明显的差距。就画技而言，显然也不是同一个人，反而胡杰的这些画有种临摹这幅梅洛款的画的感觉。行，谢谢你，有什么我再来请教。行，没事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看？李所长只提到樊绛雪和胡杰以前经常约在一起去山上画画，并没有提到有第三个人的存在，所以那第三个人应该只是短暂在李家镇逗留，当地人并不知道他的存在。这三个人肯定认识，而且他们还相约在一起，画了同一片风景。这幅画上的指纹应该就是第三个人留下来的。他等着胡杰回国了之后，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给杀死。我觉得不太像。虽然说凶器都是钢笔，但其实凶手的手法有所不同。你看，这个是胡杰的伤口，凶手杀死胡杰的时候，手法干净利落，钢笔笔尖准确地刺入了颈动脉，没有丝毫的偏差。你再看樊绛雪的伤口，这个位置介于喉咙和颈动脉之间，而且从伤口上来看，这不像是直接刺入动脉，更像是擦破。凶手杀人都是冲着颈动脉去的，中间相隔了14年，第二次杀人比第一次要更加的利落干脆。韩队，季主任，樊绛雪现场的头发跟胡杰的比对不一致。没错，上周五的晚上，这位客人确实来过我们餐厅用过餐。哦，当时他们就坐在上边靠窗的那一桌。你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他当时跟他朋友吵了一架，这名女士还泼了他朋友一身酒，在餐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那你还记得跟他吵架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哦，是一名男士，穿着西装，看上去挺斯文的。你们这个监控能拍到那边吗？可以。调出来给我看一下。来。能快进吗？行。从这里放。他们当时吵得这么厉害，你们店里有人听到他们因为什么吵架吗？这个不太清楚，我当时没在现场。你能帮我把这段视频拷贝出来吗？可以。谢谢啊，小王。好的。喂，韩队，找到嫌疑人了。我们查到这个阮明宇是胡杰在国内的经纪人，专门帮他卖画。这一家就是他的工作室。你好，二位是？胡杰，他真的死了？
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，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，没想到他是怎么死的？你们吃完饭以后，你去哪儿了？吃完饭我就回到这儿来了，这是我的工作室，我平常也住在这儿。能跟我们说说那天吃饭是什么情况吗？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有一个买家看上了他一幅很多年前画的画，价钱我已经帮他谈好了，可是他一直拖着不把画交给我。那天我好不容易把他约出来，想着让他把画给我，可是他又反悔了，因为这个我们起了一点小争执。确定只是起了一点小争执吗？这次我们吵得确实有点激烈。其实这不是胡杰第一次发疯了，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。有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地把自己关起来，好长时间不跟外界接触；有时候他又特别兴奋，连续好几天不吃不睡地画画。总之，他是一个情绪非常反复的人。这儿的画都是胡杰画的吗？不全是，还有其他客户的。他们的画卖出去之前会先挂在我这儿，你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作品的陈列室。我们方便转转看看吗？请。对了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没有印象。你去过李家镇？哪儿？李家镇。这个画无价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好。能不能不说了？真的特别烦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胡杰家采集的头发样本和阮明宇比对上，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胡杰的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宋维民的妹妹来人失了。前2天我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留下了很多药。这个比赛已经停办几年了，这是胡杰的银甲，这个是金甲。陈楚川，陈楚川和原作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离真相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了。坦夫，你不要再查了。